嗨，我是于哥。在大阪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，一群物理学家正对着一块看似普通的斯老西户金属化合物发愣。这不是一块会发光发热的黑科技材料，而是藏着重电子舞蹈秘密的小宇宙。这种材料以在相对高温下表现出非费米液体行为而闻名。这里的电子像是背着沙袋的舞者，动作缓慢却又充满张力。当温度降到几十开尔文时，它们竟然跳出了一个奇怪的极限节奏。你问这有什么用？简单说，可以用来制造更牛的电脑。这个很牛的节奏，科学家给取了个名字——普朗克耗散时间。别误会，它并不是物理课上提到的那个宇宙最小时间单位普朗克时间，约为 5.39 乘以10的负44次方秒，而是用来描述电子在材料中散射、互相撞击后的最快恢复速度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套 P 约等于 h8除以 kb 乘以 t 这样一个和温度攀上钩的时间尺度。它也是非常小的时间尺度。当电子们的疲劳时间已经和这个极限接近，就好像他们踩着一只看不见的秒表，跳舞再快也得服从它的规则。为了捕捉这场微观舞会，研究团队用红外与太赫兹光谱照亮了斯老西。他们发现电子在不同方向上的舞步竟然也不一样。在晶体的平面里，它们彻底服从普朗克耗散时间的节拍，而往垂直方向一看，规则就开始松散。这背后是硒原子在平面上排成的准卡格美迷宫，让电子纠缠摩擦得更厉害，也让它们的舞步能够一直保持在极限节奏上。更令人兴奋的是，这种极限散射状态和光子纠缠紧密相连，电子们不仅跳得快，还好像彼此心有灵犀，一个动作，一个转身，都和同伴默契配合。这正是光子计算机梦寐以求的光子资源。如果我们能在固态材料里借用和控制这种纠缠节拍，就有可能打造出更稳定、更易操作的光子芯片。从拉下一块斯老西样本，到数小时的光谱测量，再到数据反复比对，这场重电子之舞终于被科学家们看清。接下来他们要做的是把这支光子舞队带出实验室，让他们在下一代光子技术的舞台上闪耀。谁能想到，一个沉默的明金属块竟然藏着通往未来计算机的大门？